这么麻烦啊？南宫茉莉一脸惊讶，惊讶之后是满满的失望。是很麻烦，但谁让你南宫地族实力雄厚，连龙纹级黄袍界灵师都为你们效命呢？楚风面带微笑，他是话有所指。那个白眉仙人，我很不喜欢，他的弟子我也不喜欢，总感觉他们师徒两个不像好人。南宫茉莉很聪明，知道楚风说的是白眉仙人，不是一路人，也不可能走到一起。不仅是白眉仙人和弟子，你们的族长你也要多加小心。回到族中之后，你就别乱跑了，与涟漪他们住在一起吧。楚风说道。经过这件事，我可不会再乱跑了，就在涟漪还有哥哥姐姐身边带着。南宫茉莉说道。随后楚风便飞落而下，把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身上的宝贝全都搜刮一空。他有一个想法，虽然不杀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，但绝对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。所以楚风决定先让南宫茉莉回到南宫地族，待南宫茉莉安全的回到涟漪等人身边后，楚风便选择一个人流较多的城池，然后将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扒光衣服挂在城门之上，让南宫地族丢人一次。这股气息，茉莉小心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楚风却忽然眉头一皱，赶忙将南宫茉莉抱入怀中，随后也懒得理会那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，撒腿便要逃跑。因为此刻的楚风感受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杀意，那杀意正在急速地向楚风的方向掠来，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发指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好像是锁定了楚风，是奔着楚风来的。然而还不待楚风开溜，一股磅礴的力量便瞬息而至，直接将楚风轰在了地表之上。该死，竟然在这种地方也被发现了。楚风眉头紧锁，他真是没有想到在这种地方出手也会被南宫地族的人发现，不仅被发现了，还被对方抓到了。因为眼下那股强大的力量已经封锁了这方天地，楚风根本就无法逃脱，因为对方乃是武帝。然而当楚风抬起头来仔细观看之后，却是一脸的吃惊。此刻与他和南宫茉莉同在这浩瀚巨坑之中的，还有一位女子。这名女子白发如雪，但却并非满面皱纹的老太婆，相反她肌肤如玉，还有着几分姿色。可是她面容冰冷，没有一丝情感，目光之中更是布满了杀意。楚风也算是见过世面之人，什么凶残的人物没见过，可是只看这女子一眼，楚风便是内心一惊。这女子的杀气未免太重了一些，但是令楚风意外的却并非这女子的面容，而是这名女子不仅没有穿着南宫地族的服饰，她的身体更是半透明状，她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一道神识，或者说是一个分身，并且此刻她很是虚弱，仿佛下一刻就会消失一般。就在这时，那女子忽然将那凌厉的目光投向了楚风，给我好好看管她，不许弄丢，我会来找你的。若是我找到你的时候，你还在，而她却不见了，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。那名女子将一个卷轴塞给了楚风，随后她也不问楚风是否愿意，便化作一缕金光射入了楚风的胸口之上。这一刻楚风不由深吸了一口气，因为当那女子进入他身体之时，他的胸口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痛感，不过那痛楚只出现一瞬间便消失了。眼下楚风赶忙打开自己的衣服，这才发现在他胸口上竟然出现了一道金色的印记。发现这道印记印在了自己的胸膛后，楚风第一时间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将其抹掉。可是令楚风无语的是，无论怎么做都抹不掉的印记，甚至楚风将胸口那块肉割掉，但是肉没了，那印记依然在，楚风根本就无法抹除它。搞什么？不是来抓我的，是让我看管东西的。你到底是谁啊？我们又不认识，你干嘛好端端的就让我帮你保管东西？保管也就算了，还威胁我，如果丢掉就杀我，好歹说句话啊！你这算是怎么一回事？楚风很是无奈，忽然出现这么一个凶神恶煞的女子，二话不说就让楚风帮他看管物品，不仅如此，还让在楚风的身上留下了印记，这是日后要找楚风的节奏啊！但不管怎么样，总比遇到了南宫地族的人强，好歹楚风现在不用死啊！楚风哥哥，这是什么啊？南宫茉莉捡起了那女子先前塞给楚风的卷轴，楚风一看这卷轴就知道不简单。可是这卷轴上被附加了一层结界，那结界还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布置的结界，楚风根本就打不开，所以无从得知这卷轴上到底记载了什么。而就算能打开，楚风也不敢打开，他知道刚刚那凶神恶煞的女子只是一个分身罢了，虽然分身化成了印记，但是那本体肯定还在，并且那本体肯定早晚会找上门来的。以那女子的杀气，楚风若是敢动她的东西，那楚风必然是小命不保的，所以楚风就算能打开也不敢打开。茉莉，你楚风哥哥，我现在对这帝王领域的危险是深有感触。楚风说道。为什么有感触呀？南宫茉莉问道。这简直就是怪物横行的领域，想当初在其他领域遇到个武帝都是难上加难，到了帝王领域怎么武帝这么多？武帝也就算了，我怎么总能遇到这么危险的家伙呢？楚风说道。其实之前茉莉也经常出去玩，但是很少遇到厉害的前辈，像刚才那样的前辈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呢。南宫茉莉说道。你的意思是我倒霉呗？什么倒霉事都被我摊上了？楚风说道。好像真的是。南宫茉莉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，而楚风则是一脸的苦笑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他也是别无选择，他只能希望那名凶神恶煞的女子快点来找自己，将这个卷轴取走后别难为自己就好，并且楚风希望他能够帮自己解除这印记，让楚风恢复自由之身。毕竟眼下楚风可是南宫地族的通缉犯，这身上有个印记，让一个人能随时知道自己的方位，显然不是什么好事。随后楚风便将那卷轴以及青红剑还有紫红剑小心翼翼地收好，并且取出一个特殊的麻袋，将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装了起来，这才带着南宫茉莉向南宫地族的领域返回，想要将他送回南宫地族。毕竟如今楚风是逃犯之身，带着南宫茉莉太不方便，若是遇到真正的高手，一道威压下来，
楚风就瞬息被束缚，他根本就保护不了南宫茉莉。所以眼下对于南宫茉莉来说，最安全的还是南宫地族。说来也巧，在回去的途中，楚风路过一座城池，而在那城池之中，竟遇到了南宫地族之人。于是楚风便让南宫茉莉去找他的族人，而那些族人见到南宫茉莉后也很是尊敬，想必知道南宫茉莉是南宫地族重点栽培的天才，不敢怠慢。在得知南宫茉莉想要尽快赶回族内后，他们也是放下手头的事情，立即护送南宫茉莉向南宫地族赶去。楚风在暗中尾随了他们一段路程，发现他们对南宫茉莉并没有什么企图，而是真的要将南宫茉莉送回南宫地族之中，并且招待得很是周到。楚风才算放心。楚风没有立即远离南宫地族活动的区域，而是扛着那装着南宫天龙以及南宫天师的大麻袋，回到了先前经过的城池之中。楚风准备等到晚上没什么人的时候，就把南宫天龙以及南宫天师扒光衣服挂在城门之上，小小的回击一下南宫地族。楚风要让南宫地族知道，他楚风虽然如今还很弱小，但却也不是想欺负就能欺负的，欺负他楚风注定要付出代价。楚风本在城中闲逛，想找个人少的客栈安身，可却忽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人，那是一个和尚。这和尚非常的胖，简直就快要横过来了，应该有70多岁了，长得是非常的腐败。不过他却穿着一个非常破的布衣，缝缝补补的，简直破的像是乞丐的衣服。而他旁边还插着一杆破旗子，已经破损的旗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字：天灵灵的灵灵。看相算命，我最行。上至过去5万年，下至未来3000天，江湖人称万事通，无名无姓云游中。这位竟然是个算命的，可是向来只有道士算命，和尚哪有做这种事情的？不过楚风之所以觉得有趣，是因为这个穿布衣的大胖和尚此刻正在给一位年轻的少女算命。那少女只有15、16岁的样子，白白净净的，谈不上什么大美女，倒是还有这几分姿色。可是此刻脸色很不自在。不用多想，楚风也知道为何。那胖和尚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少女的右手，另一只手便在少女那细腻而白皙的小手上摸个不停。这哪里是在看手相，分明就是在占便宜。大师，我不算了。忽然间，少女抽回了自己的右手，转身就要走。显然她也意识到不对了。小妹妹，莫非你以为本僧是在占你的便宜不成？见状，那胖和尚一脸认真地说道：大师，并非如此，只是我有急事要先走。少女比较羞涩，不好意思直说，赶忙解释。可就在这时，那胖和尚却忽然大嘴一咧，露出一排散发着臭气的大黄牙，极其猥琐地笑道：其实我就是在占你便宜。小妹妹，江湖险恶，你要知道提防无耻之徒啊。大师，你那少女显然没有料到这和尚竟然敢光明正大地承认，一时之间愣在了那里，不知所措。怎么，小妹妹，莫非你爱上了我？若是这样，便不要走了，与我共度一晚，如何？胖和尚无耻地笑道。无耻！少女气得小脸通红，恐怕后悔死。先前相信这个和尚真的会算命，不仅白白让他摸自己的手，而且还摸了那么久。想到自己被这个又老又丑又胖又无耻的和尚占了便宜，少女便后悔的恨不得找块豆腐撞死。临走之前还不忘来一句：你等着，这位小妹妹，你此话何讲啊？本僧此行此举乃是好心，是提醒你要提防无耻之徒，你不要不领情啊。老和尚竟然不怕，反而是笑嘻嘻的说道。少女也不再继续理他，直接走了。看那架势，怕是真的去找人来收拾这个老和尚了。准确来说，他应该是一个假和尚，9品武王的修为，也敢这么招摇撞骗，就不怕被人打死？楚风打量了一下这假和尚的修为后，都是替他捏了一把汗。这里可是帝王领域，半地境的高手有都是，他这样的修为做这种事情，这简直就是在作死。不过楚风有事在身，也懒得理会这种人，简单的看了下热闹，便准备找个客栈安身，先住下来。这位年轻人，我见你眉心发黑，定有大劫，但我有一妙法，能替你化解此劫。既然你我能在这里相遇，说明你我有缘，贫僧不收你1分钱，帮你免费化解此劫，你看如何？可忽然间，那和尚竟看向了楚风。楚风左右观看，发现此处仅有他一人，似乎真的是在对自己说话，于是问道：你在跟我说话？最有缘的就是你我，除了你，我还会对谁说？假和尚说话之间，已是来到了楚风的近前，笑眯眯地看着楚风。这一刻，楚风眉头紧皱，自己明明已经隐藏了修为，改变了面容，此刻的修为乃是9品武王，面容乃是一名中年大汉，可这个假和尚竟叫自己年轻人，这是什么眼神啊？我劝你去骗别人吧，骗我的话，怕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楚风懒得与这骗子浪费时间。年轻人，看来你是不相信我。这样吧，你可以随便问我一个问题，看我能否答得上来。老夫这万事通的名号，可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。那假和尚拍着大肚子说道。那好，你听说过5行秘籍吗？楚风随便一问。金仙奥义术、木仙奥义术、水仙奥义术、火仙奥义术、土仙奥义术，乃是远古时期一个叫做5行老祖的超级强者所创。而这5大秘籍不仅被称为5行秘籍，也被誉为5之圣土，最强的5大秘籍。相传，若是有人能够同时得到5行秘籍，便会解开一个秘密。不过可惜，那秘籍每入体一个，便会增强1分压迫感。世间根本没人能让5行秘籍同入一体，若是强行尝试，只会爆体而亡，害了自己。假和尚有鼻子有眼的说道。说起来，他说的倒是比之前楚风听闻的还要详细的多，但是他多说出来的一些部分，楚风根本就不信，毕竟在楚风看来，他就是一个骗子。年轻人，你问的问题太简单了，贫僧闭着眼睛都能答上来。回答完毕后，这假和尚极为得意，竟然美得摇头晃脑。还真别说，别看他胖的脖子都没了，但是脑袋还真挺灵活的，真能摇晃的起来，并且摇晃的还很有节奏。不过他这个模样，怎么看都觉得他是在气人。此处只有他与楚风
显然他是在气楚风了。谁说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了？我要问你的是，火仙奥义术如今在何人手中？楚风忽然问道。年轻人，你真坏，你这是诚心要难为本僧啊？这个问题你去问其他人，还真就没几个人能够回答得上。毕竟火仙奥义术消失很久了，早就成了一个谜，但是你却难不住本僧。假和尚嘿嘿一笑，随后说道：此事说来话长，若要追究，乃是15833年前的事情。那个时候，恭帝的时代已经落幕，清帝的时代还未开启。5支圣土人族之中，虽有3府4族9世，可却无法与远古精灵抗衡。那是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平凡的时代，所以那也是被遗忘的时代。而那个时代有一个人，却是一位奇才。此人一身毒术，用的是出神入化，结界之术是毒，用的武技是毒，就连他用的武器也是带毒的。而他的名字叫做毒万物，这名字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，意思就是天下万物没有他毒不了的。后来又因他用毒所杀之人，个个死相难看，临死之前往往痛不欲生，所以人们送给了他一个毒魔的称号。从此毒魔毒万物彻底诞生了，他成了那个时代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什么现在的几大恶人，与那个时候的毒魔相比，都是不入流的家伙。不过毒魔太狂妄，他明明只练毒技，可为了争一口气，就非要与3府争抢。刚刚出世的火仙奥义术，最终他虽然成功抢得了火仙奥义术，可却也在争抢之时大开杀戒，杀了3府的不少人。3府勃然大怒，联合起来讨伐毒魔，是要铲除毒魔。经过一番搜查，他们得知了毒魔的老家所在，便集结大军前往毒魔的老家，要以毒魔家人威胁毒魔。可是当他们赶到之时，毒魔所居住的村子都已经不见了，从此毒魔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而与他一同消失的，不仅是那个村子，还有火仙奥义术。假和尚讲述的有鼻子有眼，讲完之后还不忘叹息一声，就仿佛他说的都是真的一样。还真别说，这和尚不愧是骗子，演技非常高超。若不是之前看到这和尚欺骗那少女，楚风也许还真就信了他的话。不错，故事编得很好。楚风微微一笑，便准备离开。你这是不相信我啊？可是那和尚却一把抓住了楚风，说道：你不信我不要紧，但是讲解费还是要给的。什么讲解费？楚风问道。就是刚才你问我问题，我为你讲解的费用啊。和尚回道。你不是说免费吗？楚风说道。是免费，可是还是要给讲解费啊。胖和尚笑眯眯地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心中冷笑一声，心想对方果然是骗子，骗别人也就算了，竟然还骗到了自己的身上，这楚风就绝对不能惯着他了。你要是不给我讲解费，我可就要去找南宫地族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那和尚却是竟小声嘀咕了一句。听得和尚的话后，楚风也是心中一动，感觉有些不妙。这和尚好端端地提起南宫地族，莫非是发现了端倪？尽管心中已是不安，但楚风却表现得很是镇定，不但没有怕，反而冷笑道：找南宫地族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你敢这般骗人？是南宫地族在替你撑腰？年轻人，不要装了，你那麻袋里装的是谁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不但绑架南宫地族皇子，还敢把他们打成这副模样，我若是去举报你，你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吧？和尚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大袖一挥，脚下猛然用力，便想摆脱这个和尚，立刻逃走。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和尚不简单，否则不可能一眼就看穿他这麻袋。要知道他这麻袋可是一件宝贝，寻常人根本就无法看穿。年轻人，你要去哪啊？然而就一直紧紧地抓着楚风，楚风怎么甩都甩不开。这个和尚比楚风想象的要厉害得多，他的修为绝对要在楚风之上，很可能比楚风强出很多。楚风显然不是他的对手。原来这个和尚不仅是个骗子，还是一个高人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楚风眉头紧皱，内心很是不安。他开始怀疑这个和尚可能就是奔着自己来的。年轻人，贫僧还能是谁？我是万事通啊。和尚嘿嘿笑道。你究竟想怎样？楚风问道。年轻人不要怕，你与南宫地族有什么恩怨我不管，我只是想要讲解费罢了。和尚说道。讲解费？你要多少？楚风问道。我要你乾坤袋里那被结界阵法封印的卷轴。和尚笑嘻嘻指着楚风的乾坤袋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顿时一惊，这个和尚原来不是奔着自己来的，而是奔着那个卷轴来的。莫非这和尚与那凶神恶煞的魔女有什么关系？这位前辈，这卷轴是他人保管在我这里的，我怕是不能给你，我拿其他物品代替卷轴可以吗？发现这和尚不简单后，楚风也是微微一笑。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此刻楚风就是这种境地，他此刻被这和尚抓在手里，根本就逃不掉。先不说这和尚是否准备将楚风交给南宫地族，单是这和尚自身就具有抹杀楚风的能力，在他面前，楚风若是来硬的，那绝对是找死，而硬的不行，就只能来软的了。年轻人，贫僧只要那卷轴。和尚说道。前辈，这卷轴若是给了你，怕是我小命不保啊。楚风说道。年轻人，这卷轴你若是留着，才小命不保，我把卷轴拿走，是为你化解一劫呀。和尚说道。前辈此话怎讲？楚风问道。你若不把卷轴给我，我就把你交给南宫地族，你想南宫地族能够放过你吗？这自然成了一劫，但你若将卷轴给我，我就立刻让你走，你我两不相欠，自然也就化解了这一劫。和尚笑眯眯地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有种吐血的感觉，他见过无耻的，却没见过这么无耻的。这和尚明明就是在威胁自己，结果却说是在为自己化解劫难，这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一些。年轻人，你仔细考虑一下吧，我给你10个数的时间，1、2、3、4、5。这和尚真是无耻至极，话罢之后立即查数，根本就不给楚风考虑的时间。拿去。楚风被逼无奈之下，只得取出卷轴递给了和尚。这就对了，年轻人，你这才是明智之举，天大地大，没有命大，
和尚握住卷轴，猥琐的笑道：“那女人你一定认识吧？她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，你能帮我抹掉吗？不然她日后来找我，我交不出卷轴，她肯定不会放过我。”楚风说道：“年轻人，我看你吉人自有天相，短时间内死不了，所以你就放心吧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和尚此话传来之时，人早已消失不见。他果然很强，楚风估计他不只是半帝这么简单，他是一位5帝强者，但是他也很不是人。楚风觉得他弱，帮自己肯定能够做到，可是他没有帮自己。今天我真是倒霉到家了，都遇到了些什么人啊？楚风无奈的很，唯一的一点安慰，便是在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那里掠夺了青红剑以及紫红剑了。不过想到这里，楚风还真是有点捉摸不透那个和尚。他既然都能知道卷轴在楚风这里，想必放在同个乾坤袋内的青红剑以及紫红剑，他也应该能够看到。但是他只要卷轴，对其他的似乎毫无兴趣。究竟是他不贪财，还是说那卷轴真的价值连城，远胜过楚风所持有的宝贝？虽然和尚没有抢劫楚风的所有宝贝，也没有杀楚风，但楚风依然很恨他。毕竟那和尚拿走卷轴，就已经把楚风推上了绝路。不管怎样，楚风都决定不能再在这里继续待了。楚风仔细感应了一下，这城池内并没有能够威胁到他的人后，便变换回自己原来的样子。随后来到城门前，当着众人的面，将那赤着身子的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从麻袋里倒出来，倒挂于城头之上，并且当着众人的面，以血红色的大笔在他们2人身上写杀了8个大字，败给楚风，便此下场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都吓呆了。楚风如今正被南宫地族通缉，他竟然还敢出现在这座城池之中。要知道，这座城池距离南宫地族的领地可是非常之近的，这也太肆无忌惮，胆大妄为，太不将南宫地族放在眼中了。挑衅，这绝对是赤裸裸的挑衅。不过就在他们震惊之际，楚风早就溜之大吉了。等到那些向南宫地族举报楚风的人将南宫地族之人请来之时，楚风早就跑出了10万8千里，连影子都没有。南宫地族的2位皇子不仅被楚风击败，还被扒光衣服倒挂于城墙之上。这个事情传到南宫地族之内，使得南宫北斗暴怒无比，真是废物！你们2个联手也打不过一个楚风吗？打不过也就算了，就连青红剑与紫红剑竟然也被抢了去，还被倒挂于城门之上，真是丢尽了我的脸面。枉我苦心栽培你们这么多年，往你们身上用了那么多资源，真是浪费。早知道如此，那些资源还不如给狗用了。南宫北斗指着跪在身前的2个儿子，破口大骂，他的手指都在颤抖，他真的是被气炸了。作为1代族长，还是堂堂南宫地族的族长，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颜面，并且若是他们2个无意间被楚风抓到的也就算了，技不如人倒也还说得过去，可他们2个还是主动去找楚风，然后被楚风教训的，这就是自不量力，这就是奇耻大辱，把他的脸面丢得干干净净。也幸亏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是他自己的亲儿子，若是换做别人，他早就一掌拍死了。父皇真不是孩儿无能，而是那楚风太逆天了。他除了水仙奥义术之外，还掌握着4种秘籍，并且他的战力是逆战4品啊。南宫天虎说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听得此话，南宫北斗也是大吃一惊。父皇，二哥说的是千真万确。南宫茉莉那个丫头当时也在场，她全都看到了。楚风是为了救她才对我们出手的。南宫天师也是说道：“这楚风竟然这么强横，他到底是什么来历？”听得此话后，南宫北斗也是眉头紧锁，感到十分不安。先不说，根据之前的情报，楚风是位修罗界灵师，那5帝级的修罗恶灵多半就是楚风自己放出来的。而现在楚风自身的实力竟然也这么强，逆战4品的战力，人族之中绝无仅有，这是有成为1代帝王的潜力啊！你们2个下去吧，没我的命令，不得再离开南宫地族半步。对了，也不能再去骚扰南宫茉莉。南宫北斗说道：“是。”南宫天虎与南宫天师赶忙离开，在2人走后，南宫北斗则是坐在了王座之上。此刻的他有些疲惫，他真的是后悔了。早知道这楚风如此难对付，他当初真应该听南宫莲的话，不与楚风为敌，而应该是交好。南宫族长，看你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啊。忽然，一道身影飘然而入，是白眉仙人。白眉兄，你说，假如我现在与那楚风和解，他会同意吗？忽然，南宫北斗问道。不知南宫族长为何忽然这么想？莫非是因为2位皇子败在了楚风手中的缘故吗？白眉仙人问道。此子的背景到现在还不清楚，他身后到底有谁撑腰，都是个谜。但听南宫莲所说，楚风的身后肯定有着不弱于我的人物，而以我看，楚风胆敢这样肆无忌惮的与我南宫地族作对，他身后的人物怕是要在我之上啊！并且听我的2个儿子说，楚风竟拥有逆战4品的战力，并且除了水仙奥义术之外，还身怀4种秘籍。再想想他当日引发的天地异象，我是真心觉得此子太过逆天，怕是有成为1代帝王的潜质。我不应该再与他为敌，并且楚风此次对我的2个儿子出手，是为了救南宫茉莉，说明此子倒也算是有情有义之人。所以我想，若是能够与楚风和解，倒也算少了一大隐患。南宫北斗说道。南宫族长，我觉得您是多虑了。先不说那修罗恶灵是从何而来，假如楚风身后真有那么强势的背景，怕是经过这些事情后，早就对我南宫地族出手了。但是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，那楚风也只能逃命而已，最多是背地里做些小动作，以此来报复我南宫地族。至于所谓的有情有义，这就很难判断了。他若真是有情有义，又怎么会放出那只修罗恶灵？那恶灵那般凶残，当日若不是南宫龙剑出手，怕是南宫地族都将毁于一旦。而与他关系不错的南宫莲以及南宫茉莉他们也将必死无疑。所以在我看来，这楚风的有情有义不过是假装的罢了。此子心机很深呐，并且对南宫地族的威胁太大，必须铲除才行。至于他的天赋，依我看也没那么撩的。
否则为何迟迟无法破开那青红剑以及紫红剑与两位皇子的联系呢？白眉仙人说道。他对楚风的看法似乎比南宫北斗还要深，但是此子身为蛇纹级黄袍界灵师，想要抓他也不容易。我怕的就是此子天赋太过逆天，就算他身后的背景没有那么可怕，可他本身也很可怕。假如他隐藏起来，不再现身，而是潜心修炼，等到多年之后修为有成之时，再出来报复我南宫地族的话，那可就爱。南宫北斗叹息连连，一个楚风真的是让他头疼不已。若是这样的话，南宫族长变不必担心了。这几日我可没有闲着，我将楚风接触过的所有物品都搜集到了一起，提炼了楚风的气息，以禁忌阵法凝练出了这个。白眉仙人说话之间，取出一个罗盘，那罗盘的指针此刻正在颤动着。白眉兄，这是何物？南宫北斗问道。这罗盘所指便是楚风如今所在的方向，有他在，楚风休想逃脱。白眉仙人说道。白眉兄果然不愧是10仙之一，竟只凭借气息就能找到那楚风。此刻南宫北斗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，若是这点手段都没有，我也就枉为龙纹级黄袍界灵师了。白眉仙人自信一笑，说道。南宫族长不必再为那楚风烦心，此次我亲自出马，将那楚风给你生擒回来，那我就坐在南宫地族之中，坐等白眉兄将那楚风给我捉回来了。南宫北斗脸上的笑意更浓了。楚风如今真的是被逼到绝路之中，北唐地族不说了，南宫地族也不说了，那忽然间杀出的魔女是最让他头疼的。他已经明确的说了，楚风若是把卷轴弄丢，就让楚风不得好死。而楚风现在偏偏把卷轴弄丢了，倒也不算弄丢，而是被那胖和尚抢跑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那卷轴现在的确是不在楚风身上了。最让楚风无语的是，那魔女留下的印记就留在楚风身上，楚风怎么抹都抹不掉。他现在简直就像是一个等死的人，等待着那魔女来杀他。本来楚风已有计划，准备回到青木山去想办法把燕儿给救出来，毕竟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半地境。但是现在楚风哪都不敢去了，他怕那魔女忽然出现，不仅对付他，还对付他身边的人。在这种危机时刻，楚风想到了一个去处，那便是五之圣土第一禁地远古坟场，也就是所谓的神之领地。楚风当日在炎族之内，自远古精灵手中得到了一个勺子，那勺子据说就是神之领地内的物品。而最为奇异的是，那勺子竟让楚风的传承血脉产生了波动，所以楚风觉得也许那所谓的神之领地与他的家族有些关系。本来楚风就打算日后有机会要去那神之领地看一看，而现在看来，那神之领地却成了楚风唯一的去处，他避难的去处。楚风就不信那魔女在神通广大，敢去神之领地内去抓他。眼下楚风通过传送阵已经来到了距离远古坟场最近的一座传送阵，这南宫地族的手脚倒是够快的，这么快就把我的通缉令贴到这来了。想必如今帝王领域的各个角落都有我的通缉令了吧？楚风自传送阵中走出，看着那一张张通缉令，不由得苦笑两声。但楚风却并未在此停留，而是直接腾空而起，快速的向远方行去。因为神之领地是一个很危险的领域，附近根本没有传送阵。眼下楚风刚出来的传送阵可以说是距离神之领地最近的，但实际上从这里开始算，若要到达神之领地的话，还有很远的距离。而楚风并不知道那魔女什么时候会找到他，但他必须尽可能的在那魔女找到他之前躲入神之领地之中。尽管神之领的被誉为是五之圣土第一禁地，号称踏入其中必死无疑的地方，可楚风隐隐间觉得他进入其中能够活着出来。五之圣土地域辽阔无边无际，哪怕楚风速度极快，瞬息千里，可是连续赶路足足2日之后，还是未能抵达神之领域，并且楚风已经连续1日时间一个人的踪影都没有看到了。这里还真是荒凉的可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阵疯狂的笑声忽然响起，当那笑声响起的同时，一股磅礴的威压更是从天而降，直接将楚风束缚住了。紧随其后，无数道金灿灿的结界，上通天，下入地的封锁了四面八方，将这里封锁得严严实实。而那不是寻常的结界，乃是涌动着龙纹的黄级结界。楚风小友，你这是要去哪呀？就在这时，数道身影自楚风的不远处浮现而出，最弱的都是蛇纹级的黄袍界灵师，最强乃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白眉仙人。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楚风大吃一惊，想不到在躲避那魔女的路上，竟然遇到了白眉仙人。这白眉仙人如今可是南宫地族的人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是跟着你才来到了这里，你没有想到吧？哪怕你跑出这么远，还是被我抓到了。说实话，你还真是挺会跑的，竟然挑选了这么个偏僻的地方。若不是能够追踪你的气息，怕是还真想不到你会躲到这里来。话到此处，白眉仙人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得意的弧度。他说这番话不是在夸赞楚风，实际上是在夸赞自己。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楚风再能跑，却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，追踪我的气息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已经明白了白眉仙人是怎么找到自己的，只是他没有想到白眉仙人会有这样的手段，不用印记，只靠追踪气息就能找到他。但是仔细想想，楚风也能够理解了，当初在应风古村，楚风他们都能通过特殊的阵法追踪道界师联盟的叛徒，而这白眉仙人身为五之圣土最伟大的10位龙纹级界灵师之一，他掌握这样的手段，倒也是不足为奇。说起来，这倒是楚风疏忽了，只是楚风很不甘心，不甘心这么快就落入了白眉仙人的手中，更不甘心死在他的手中。怎么不甘心？不甘心就对了，这就是你和我的差距。就算你的界灵天赋再好，哪怕能够得到修罗灵界的力量，但是与我比还是相差太多。毕竟我乃龙纹级界灵师，而你不过是区区蛇纹级。白眉仙人冷声笑着，可是话语之中却有着隐隐的酸气。若非要追究，似乎能够从这句话中就看出来，
为何白眉仙人如此恨楚风？他显然是出于嫉妒，嫉妒楚风的才能，嫉妒楚风是位修罗界灵师。你想怎么样？楚风问道。不怎么样，我要将你带回南宫地族，由南宫族长来亲自处置你。白眉仙人说道。你不准备杀我？楚风问道。杀你？我想杀你，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。不过你在南宫地族内恶事做绝，理当由南宫族长当着众族人的面亲自处置你。我恶事做绝？呵呵，你身为南宫地族的挂名长老，当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应该比我清楚。我楚风做的一切都是被你们逼的。楚风冷声说道。好一个都是我们逼的。的确，当日就是逼你了，逼得你放出了一只修罗恶灵来。老实说，没有亲眼见到你是怎么放出的修罗恶灵，我还真是不太相信那只修罗恶灵真的是你放出来的。不如这样吧，今天我再逼一逼你，你再放出一只修罗恶灵来，让我见识一下，行吗？白眉仙人说话之间，来到了楚风近前，随后竟一把抓住楚风的衣领，将楚风给提了起来，近距离的对楚风说道：来啊，放出一只恶灵瞧瞧啊！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不是修罗界灵师吗？既然你放得出第一只，就应该放得出第二只，怎么不放呢？依我看你根本就放不出来，当日的那只修罗恶灵根本就不是你放的。我猜对了吧？真正的修罗界灵师并不是你，你身后还有一位修罗界灵师，对不对？面对这样的白眉仙人，楚风笑着摇了摇头。你笑什么？白眉仙人白眉一皱，冷声问道。我本以为五职圣土传说的石仙都如练兵仙人一样，真的像个仙人一般，但是看到你之后，我发现我错了。原来石仙之中还有像你这么庸俗之辈。楚风的话语之中尽是贬低之意。庸俗？你胆敢说我庸俗？听得此话，白眉仙人面露怒容，他自然听出楚风是在羞辱于他。你张口闭口修罗恶灵，其实你是很羡慕我，对不对？你是很嫉妒我，对不对？你嫉妒我得到了修罗界灵的认可，而你却没有，所以你便憎恨于我，被世人尊称为仙人。可你却如此小肚鸡肠，看不得他人比你好，这样的心胸，你真是配不上仙人这个名号。楚风说道。楚风，胆敢这么羞辱我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你是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白眉仙人那愤怒的眼中开始涌现出杀意，想要杀他，你还不够格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忽然自远处传来，与此同时，一股汹涌的力量也是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。那力量实在太过凶猛，只在顷刻之间，便将白眉仙人所布置的龙纹级结界轰成了粉碎。而当那结界轰碎之际，一道身影也是忽然出现。当这位出现之后，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，因为这位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杀意，连天气都被影响。这位不是别人，正是当日楚风所遇到的那位白发魔女。不过此刻的她可不是分身，而是本体。这位魔女出现之后，袖子轻轻一卷，一股狂暴的吸力便暴涌而出，直接将楚风自白眉仙人那里吸到了他的身旁。雪发仙人，竟然是你！见到这名魔女，白眉仙人显然比楚风还要吃惊，并且看他那个模样，他明显认识这名魔女。雪发仙人，这个魔女也是石仙之一，五只圣土10位龙纹级黄袍界灵师之一。而听得白眉仙人的话后，楚风也是大吃一惊，因为这名女子真是怎么看都与仙人不挨边，她那里像是仙人，这根本就是一个魔女。雪发仙人，真是没有想到，原来楚风身后的人竟然会是你，这楚风便是你的真传弟子吧？你不是号称永远也不收弟子的吗？白眉仙人质问道。全都给我滚！然而对于白眉仙人的问题，这魔女不但没有回答，反而开口便骂，态度之嚣张，全然就是不将白眉仙人放在眼中。雪发仙人，这楚风可是南宫地族通缉之人，就算是你也庇护不了他。白眉仙人继续说道。再敢废话半句，我就宰了你！魔女此话落下之际，顿时天昏地暗，整个虚空不断撕裂粉碎，剧烈的摇晃起来，哪怕半地巅峰的强者也是难以站稳，在半空之中连滚带爬。而在这股凶猛的威压之下，那白眉仙人也是脸色苍白如纸，就连身体也是左摇右晃，难以站稳。显然已贵为2品5帝的他，也根本无法与这位魔女抗衡。我们走！这种情况之下，白眉仙人尽管很不甘心，但最终却也只得率领众人转身离去。看着白眉仙人等人已然消失，楚风却没有丝毫的庆幸。先前的一幕告诉楚风，这个叫做雪发仙人的女子显然比白眉仙人还要恐怖得多，连白眉仙人都怕她，楚风怎么可能不怕她？前辈，那卷轴他此刻……楚风本想解释，然而楚风话还未说完，雪发仙人便抢先说道：那卷轴不在你身上了，老实告诉我，他去了哪里？前辈，那卷轴碗被本想好好的替你保管，可是忽然间出现一个胖和尚，那胖和尚修为远在晚辈之上，晚辈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那卷轴是被他抢走的。楚风不敢隐瞒，却也不敢说是自己主动把卷轴交出去的，这危难时刻也只能稍微说一些谎话。死胖子，竟然坐收渔翁之利！听得楚风的话后，那雪发仙人眼中的杀意更浓。前辈，那胖和尚究竟是谁啊？你应该认识他吧？楚风好奇地问道。那雪发仙人并没有回答楚风的问题，而是忽然转过身来，将那杀气腾腾的目光看向了楚风。这个目光看向自己，楚风顿时内心一颤，这哪里是目光，简直像是无数把利刃刺入了自己的身体一般。幸亏楚风的精神强大，否则只是这一眼就会让楚风精神崩溃，变成一个疯子。听说你是修罗界灵师？就在这时，雪发仙人问道。雪发仙人用那凌厉的目光盯着楚风，仿佛能够看穿楚风的一切。这个女人太可怕了，在她的面前，楚风就连回答问题也不敢犹豫，于是赶忙说道：晚辈的确是修罗界灵师，口说无凭，做给我看。雪发仙人说话之间，便拿出一个罗盘，这个罗盘很是古老，
并且很特殊，它的中间没有指针，而在四周则是刻画着7个标志。这标志楚风还是第一次看到，但他却能够猜到，这7个标志应该是代表着仙、佛、鬼、魔、兽、妖、修罗7个灵界。楚风明白雪发仙人的意思。楚风说自己是修罗界灵师，但却空口无凭，所以他要楚风证明给他看。而这个罗盘应该就是可以证明楚风是不是修罗界灵师的物品。楚风不仅知道这罗盘的作用，还知道这罗盘的用途。毕竟楚风这蛇纹级黄袍界灵师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楚风顺势接过罗盘，便将自己的一缕结界之力灌入了其中。结界之力进入其中之后，这罗盘上的7个图案竟然发出光芒，而那缕结界之力则是来到了那指针所在的地方。但这缕结界之力并没有变化为指针，而是如同一条游在水中的小蛇一般，画着圈游动着。这结界之力所过之处，仙、佛、鬼、魔、兽、妖6个颜色皆是黯然失色，光芒锐减。然而到达修罗标志之时，却是光芒大涨。随后那缕结界之力便化作一缕流光，进入了那修罗标志之内。而这一刻，修罗的标志光芒开始减退，不再那样刺眼，可是最终却并未熄灭，而是一直亮着。相比其他6个标志，闪耀无比。真是想不到，你还真是修罗界灵师。这个时代还真是什么都可能发生。雪发仙人将罗盘接了回去，但他却依旧面无表情，似乎楚风真的是修罗界灵师，也无法让他为之动容一般。但是楚风一直在注视着雪发仙人，他发现先前修罗标志光芒大盛之际，那雪发仙人瞳孔微微一缩，这说明他还是很意外的，只是表现得很是镇定。小子，你弄丢了我的卷轴，但是看在你是修罗界灵师的份上，我便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布置一阵，你若是破得开，我就饶你一命。雪发仙人话落之后，也不问楚风答不答应，便自顾自地开始布置阵法。他不愧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，这布阵手法之纯熟，当真是炉火纯青，无懈可击。哪怕楚风也是自愧不如，表示佩服。可是当雪发仙人把阵法布置完毕之后，楚风却是眉头一皱，一种不妙的情绪在心里逐渐升起。这阵法太吓人了，单用看的也会让人感觉毛骨悚然，背脊生风。那阵法之内密密麻麻的全是虫子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些虫子每一条都具备着极为强大的攻击性。进入这阵法之中，这些虫子便会进入你的体内，吞噬你的五脏六腑、经脉骨骼，你的全身各处。若是五脏六腑、经脉骨骼全部被吞噬掉，它们便会攻击你的丹田。而你要做的就是进入其中，站在那里，不得用结界防御，不能用结界反击，更不能抗拒虫子对你的攻击。雪发仙人说道：“你怎么不直接让我去死？”听得此话，楚风忍不住咒骂一声：“这个女子哪里像个仙人，根本就是个恶毒的魔女！说什么给自己一次机会，结果却让这虫子活生生的吞掉自己，这也太狠了一些。你如果想死，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；但你若是不想死，就按照我说的做。”雪发仙人目光一闪，一股磅礴的杀气便洞穿了楚风的胸膛。此刻，楚风的肉身明明没有受伤，可是身体却是剧烈一颤，随后连续倒退数步，差点没有因此而摔倒在地。这一刻，楚风浑身都是冷汗，也是不敢再顶撞这雪发仙人，因为经过刚刚那一眼之后，楚风坚信这个雪发仙人若要折磨他，绝对会让他生不如死。当这虫子开始吞噬你的肉身后，他们也会很快死亡，并且这阵法内的虫子数量也是有限。而你虽然不能攻击、不能防御、不能抗拒，但是你却可以用结界之术，不断的修复你的五脏六腑以及骨骼经络。雪发仙人继续说道：“好的，来吧。”楚风点了点头，便直接站到了那阵法的中央处。楚风已经明白了雪发仙人的意思，这虫子再多，终会消失。他是想让楚风用修复五脏六腑来维持自己的生命，待的虫子全部消失后，也就等于他破开了此阵。看来你很聪明，倒是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这虫子的攻击速度可不慢，你必须尽快的修复你的身体，否则若是你的五脏六腑以及骨骼经脉被吞噬光的话，它们便会攻击你的丹田。若是你的丹田失守，是什么后果，你应该很清楚。雪发仙人说道：“我只问一句，除了结界之术，我能否用其他手段来恢复肉身？”楚风问道：“可以，无论什么手段都可以。”雪发仙人说道：“那就来吧。”楚风说道。忽然间，雪发仙人目光一闪，那密密麻麻的虫子便如收到命令的大军，纷纷纵身而起，以闪电般的速度落到楚风的身上，钻入楚风的体内，开始拼命地撕咬楚风的肉身。这一刻，哪怕是楚风也是眉头紧皱，疼得脸色苍白，嘴唇发紫，汗如雨下。因为这虫子不是普通的虫子，它们吞噬楚风之时，那种疼痛感非常的难以忍耐。不过楚风却别无选择，他不仅要忍耐这种疼痛，他还要忍耐虫子不断吞噬他的五脏六腑以及浑身各处。而楚风唯一能做的，便是紧咬牙关，用自己的结界之术以及朱雀复活术，不断的修复自己那被虫子吞噬的地方，以此来保证虫子不会去攻击他的丹田。因为只要这虫子攻击楚风的丹田，楚风的修为就将丢失，这是楚风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的事。这是一道难关，闯过去便可生，闯不过去便必死。而楚风必须闯过去，因为他不能死。这种感觉果然不只是结界之术，但也不是武技，好特殊的感觉。原来如此，竟然是秘技，有趣。想不到无意之间竟碰到了如此有趣的小鬼。雪发仙人一直在关注着楚风，并且他的观察力相当之强。当朱雀复活术被使用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看穿了楚风的手段。这一刻，雪发仙人的嘴角微微翘起，难得的露出了一抹笑容。虽然他冰冷无比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浓郁的杀气，宛如杀人无数的魔女，
可是当这抹笑容掀起后，却有着别样的美。他的笑很邪恶，但却也很迷人。但是这样迷人的笑，楚风却根本没有心情欣赏。他已经闭上了眼睛，集中自己的全部精神去控制结界之术以及朱雀复活术，来修复那被虫子吞噬掉的肉身部分。倒也不是楚风弱，只是这虫子吞噬的速度太快。这也就是楚风若是换做其他蛇纹级的黄袍界灵师，莫说修复肉身，怕是那种肉身被不断撕裂的疼痛感，便足以让他们崩溃。不错，毅力也是出奇的强。想必这个小家伙倒是经历过一些考验才能有今天，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意志力。雪发仙人说话之间，取出了一张通缉令，而这张通缉令正是南宫地族通缉楚风的通缉令，那上面还画着楚风的画像。楚风胆在南宫地族内放出修罗恶灵，胆子也是够大的。看着楚风的名字，雪发仙人又是一笑，随后便将这张通缉令收了起来。而就在这时，那最后几条虫子也终于是进入楚风的体内，并且在吞噬楚风的肉身后便死去了。楚风坚守了下来，可却已是遍体鳞伤。此刻他浑身是血，但却也管不得伤势，而是直接扑通一声躺在了地上，不断的张着嘴巴，用力的吐气。他真的是累坏了，累得精疲力尽。这不仅是身体上的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。精神上的疲惫比身体上的还要可怕。阵阵掌声响起，是雪发仙人。他走到楚风近前，说道：“真是不错，竟被你破开了我这阵法。前辈，现在您能放过我了吗？”楚风有气无力的说道。他真的是累坏了，但却没有丝毫的安全感，感觉自己的小命正被这个魔女捏在手心里。他想让自己生，自己便生；他想让自己死，自己便死。这种感觉很是不好。先别急，带你去看样东西。雪发仙人淡淡一笑，随后袖袍一挥，便将楚风卷了起来。这一刻，楚风只感觉自己周边的景物不断的向后退去，速度之快，楚风根本就看不清他们的样子。楚风知道是雪发仙人在带他赶路，只是楚风不知道雪发仙人究竟要带他去哪。前辈，好歹你也是10仙之一，不能言而无信啊！既然说过我破开阵法，你就放过我，你应该说到做到吧？楚风说道。怎么，敢在南宫地族内放出修罗恶灵的你，原来也会害怕吗？雪发仙人说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楚风一惊，放出恶灵之时，南宫地族已经保密，这雪发仙人没理由知道才是。楚风，你先前与白眉所说之话我都听到了，露出真容吧，面对长辈隐藏面容，这可是不敬的行为。雪发仙人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也是倍感无奈，原来这雪发仙人早就发现自己了，只是迟迟没有现身而已，否则不可能把白眉仙人与他的对话全部听入耳中。此刻楚风很是惭愧，亏自己之前还想着在这魔女找到自己之前进入神之岭的，搞了半天这魔女早就找到了自己，而他却是毫无察觉。而现在自己的一切既然已经全部被其识破，楚风也不再掩饰，而是露出了自己的真容。前辈，5只圣土的修罗界灵师应该不多吧？而我看你也是一位深明大义之辈，你觉得像我这样的晚辈，是不是应该着重培养一下？就算不培养，也不能扼杀掉，是不是？楚风说道。小鬼，你很平啊，信不信再废话，我就言而无信一次，一掌拍死你！雪发仙人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，这一眼之后，楚风也是赶忙闭上了嘴。此刻的楚风心情起伏不定，极为的焦虑不安，神经敏感到了极致。在这魔女的手中，楚风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，但他必须想尽办法让自己不死才行。经过一番赶路之后，魔女终于停了下来。此刻楚风也不知道身在何处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在他们的下方有着一片茫茫云海。这云海很是特殊，云浪滚滚，并且一眼望去无边无际，宛如真的是海一般。但是这可不是普通的云海，这云是绿色的，并且其中蕴藏着极为恐怖的力量，那是毒性，非常毒的毒性。莫说碰到，只要呼吸进一口，也足以让人死于非命。并且除了这可怕的毒性之外，这云海还能够隔绝精神力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楚风紧张地问道。本就很是不安的他，身处这种地方更是浑身不自在。这是剧毒云海，5只圣土的禁地之一，进入其中将沾染剧毒，并且几乎无药可救。历代以来，不知多少自认为解毒的高手来挑战这剧毒云海的毒性，但无一例外全死在了其中。雪发仙人说道。前辈，这里既然这么危险，咱们还是别在这停留了吧。楚风说话之间便要逃走，可是雪发仙人却一把抓住了楚风，说道。带你来这里是要帮你，你可别不领情。帮我？楚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雪发仙人，他可不太相信这个魔女。你身上的气息已被白眉锁定，无论逃到哪里，南宫地族都能找到你。这种情况下，就算你找人庇护你，那人也是要倒大霉的。除非你能找到让南宫地族不敢惹的人，你能找到这样的人庇护你吗？雪发仙人看着楚风问道。我若是能找到，也不用这样四处逃跑了。楚风忽然咧嘴一笑，看着雪发仙人说道。前辈，那你想怎么帮我？既然白眉的阵法是锁定的你的气息，这破解的方法也就很简单了，改变你的气息，便可让他们找不到你。其实先前我那座阵法已经改变了你些许气息。雪发仙人说道。听得雪发仙人的话后，楚风才注意到此刻他的气息的确有所变化。他先前本是以为这个魔女是故意折磨他，现在来看似乎并非如此，这不免让楚风感到宠若惊，对着雪发仙人的看法稍有改观，笑眯眯的说道。原来前辈是在帮我，前辈真是好人。先别急着高兴，我那阵法只是让你的气息稍微改变而已，但是若想让南宫地族追踪不到你，必须彻底改变你的气息才行。外面的气息好改，但骨子里的气息却非常难改。好歹你也是蛇纹级界灵师，想必你也应该清楚，这很难吧？雪发仙人说道。晚辈知道，不过我想前辈一定是有办法的。楚风说道。聪明，
这剧毒云海内的毒气便可彻底改变你的气息。雪发仙人说道。前辈，那您准备怎么做？楚风问道。什么怎么做？你只要直接跳进去不就得了？雪发仙人说道。前辈，别开玩笑了，您身为龙纹极界灵师，应该比我清楚这剧毒云海有多可怕。晚辈进去必然是一命呜呼啊。楚风说道。若是之前你进入其中，那自然是必死无疑，但是现在你却有1/10的机会能够活下来。小鬼，你以为先前那虫子真是我用阵法炼化出来的吗？我告诉你，那可是5只圣土赫赫有名的噬魂毒虫，被噬魂毒虫咬过之后便可百毒不侵。我让那么多噬魂毒虫咬过你，咬遍了你的全身各处，你现在应该可以抵挡一下这剧毒云海内的毒性了。雪发仙人说道。这么说来，我若进入其中就是九死一生了。可是万一我抵挡不住怎么办？楚风问道。你也说了，这是九死一生，若是抵挡不住，自然就是要死在里面，连尸体都没人替你收。雪发仙人说道。前辈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您的好意晚辈真的心领了，我还是另想办法吧。楚风冲着雪发仙人抱了抱拳，转身便要离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那雪发仙人却一把抓住楚风，并且一层强大的结界之力也是将楚风束缚，这才笑道。小鬼，跳或不跳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前辈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可是说过不杀我的。楚风说道。我没有杀你，这是在帮你。虽然九死一生，但你若是还能自这剧毒云海内活着出来，我便破例收你为徒。话罢，雪发仙人轻轻一推，楚风便飞落而下，落入了那剧毒云海之中。刚入云海，楚风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便响彻开来。将楚风推入剧毒云海后，这雪发仙人便盘膝而坐，闭目养神。过了足足1日1夜后，他才缓缓睁开双眼，看着那毫无动静的剧毒云海，叹息一声：看来你命不好，死在了里面。本以为终于有一个人能有资格做我的真传弟子，现在看来果然还是没人配做我的弟子。雪发仙人叹息一声后，却又邪恶的一笑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虽然也是费了力气帮助楚风，但却没有丝毫因为楚风的死而有所伤感。似乎楚风就是他的一个实验品，成功了他便培养，失败了他就算有所惋惜，但也绝对不会因为楚风而伤感。雪发仙人走了，他已经放弃了楚风，在他看来这次实验是失败了，但是楚风却并没有死。楚风的记忆中，他被雪发仙人推入云海之前，由于身体被束缚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挣脱，更没有办法逃跑。而落入剧毒云海之后，那束缚他的结界便消失了，他恢复了自由，可却依旧没有办法逃跑。云海之毒实在太烈，刚接触的一瞬间，楚风便被麻痹了，难以形容的痛楚密布楚风全身各处。楚风不是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气息，但是却是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浓郁的死亡气息。那一刻，楚风真的觉得自己是必死无疑。然而就在楚风近乎绝望的时候，楚风感觉到他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，在血液沸腾之际，那种死亡的气息竟开始消散。但是楚风太累了，已经没有了抗争的力气，很快便陷入了昏迷。当楚风再度睁开双眼之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硬邦邦的木板床上，而在他的面前有着一张大脸，一个非常丑陋的脸。我擦！楚风被吓得一激灵，赶忙向后退了一下，这才发现那张大脸竟是一个小孩子的。这是一个小男孩，个子不高，长得更是奇丑无比，这该怎么形容呢？就算毁容，也许都能比他毁得好看。眼下这个小男孩正呲着大牙对楚风笑，很是高兴地说道：你居然醒了，好厉害啊！你是第一个能够穿越毒雾阵的夜，你是5只圣土的人吧？5只圣土好不好玩啊？那里的美女多不多？对了，你能带我出去吗？我好想去5只圣土看看啊！听他们说5只圣土特别好玩。这个小男孩若说丑，最丑的地方一定是他的嘴，那大嘴长得就跟2根腊肠挂着了嘴上一样，并且一口牙东倒歪斜的，要么就是奇小无比，要么就是奇大无比，仿佛最丑陋的牙齿都长在了他的嘴里。一个小男孩能长成这个模样也真不容易，但是还真别说，他这嘴虽然丑，但是还真没白长，这也太能说了。从打他这一开口，简直就是停不下来。毒雾阵，5只圣土。然而小男孩所说的一些话却是引起了楚风的注意。随后楚风便动用天眼向外观看，天眼之下，这个破旧的木屋顿时消失不见，浮现在楚风视线内的乃是外面的世界。楚风发现这是一个村庄，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破的村庄，而这村庄可是不小，四处都有人，并且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修为，虽然修为不是很高，但却也不弱。就拿眼前这个小男孩来说，他的修为竟也是玄武境的，10岁小男孩竟有玄武境的修为，这若是放在九州大陆，那绝对是不敢想象的事情。而楚风向上观看，心中顿时一惊，这里没有蓝天，没有白云，更是没有太阳，天际之上是一片散发着光芒的雾气，而那雾气那正是剧毒云海。此刻的楚风竟在剧毒云海的下方，并且这里还有人生活，并且看样子数量还不少。小朋友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楚风问道。这里是毒魔谷啊。小男孩回道。毒魔谷。听得此话，楚风顿时心中一惊，随后赶忙问道：你所说的毒魔，莫非是毒万物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小男孩同样很是吃惊地看着楚风，这里真的是毒魔毒万物，15000多年前隐居的地方。楚风再度吃惊地问道：你居然知道得这么清楚，看来我们在5只圣土也很有名气呢。看楚风那吃惊的样子，小男孩顿时露出利奥得意的笑容。那现在毒魔毒万物可还活着？确认之后，楚风当真是吃惊不已。首先他没有想到那个和尚所说的话是真的，毒魔毒万物不仅存在，并且还真的隐居了起来。最让楚风意想不到的是，他误打误撞竟然来到了毒魔毒万物隐居之所。你是不是傻？都15000年了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早死了。小男孩一脸鄙视地看着楚风。那你是他什么人？楚风问道。但是看着这些人，
此刻窘迫的居住环境，楚风很快他便反应了过来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毒万物同村的后代，竟然连这你都知道，看来我们的名气还不是一般的大呢。”小男孩一脸惊奇地看着楚风，同时脸上的得意之色更浓了。楚风心想，这个小男孩脸皮真厚，他知道这里是纯属巧合，五只圣土知道他们的可不多，他得意个屁啊！狗蛋儿，还他娘的聊，再不管我，你爹就死了，快给我拿药来！忽然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响起，楚风这才发现这个木屋的角落内有一个床，那里躺着一个中年男子。这中年男子浑身发紫，此刻正一边咳嗽一边吐血，那血不仅是黑色的，还不断的冒泡，里面还有虫子一样的东西游动，很是恶心。来了来了！听得此话，小男孩赶忙跑过去，从裤兜子里拿出一团黑色的东西，塞入了中年男子的口中。而那黑色的东西入口之后，中年男子的情况很快变好了很多，但是身上的紫色并未减退，他是中毒了。楚风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听得此话，狗蛋大惊，我都这副模样了，傻子都能看出我中毒。窃然而，对于楚风所言，那中年男子却是冷然一笑，甚至很是鄙视地瞥了楚风一眼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是你们把我救回来的吗？楚风问道。是我父亲把你捡回来的。不对，是我父亲把你背回来的。狗蛋说道。那你们把我带回来后，可曾有对我施过救治之法？楚风问道。救个屁，我自己都快死了，怎么可能救你？说这话的时候，那中年男子又看了楚风一眼，说道：你真命大，到现在居然还没死。但我知道没人能够抵挡得住毒物阵内的毒，连毒魔的后人都不行。别说你了，你呀，活不了多久了。你别跟我父亲一样的，我父亲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毒性发作，说话更是难听。但要不是他把你背回来，你现在还在荒郊野外呢，搞不好都被凶兽吃掉了。狗蛋儿笑嘻嘻地说道。而实际上，楚风倒也没有把狗蛋儿父亲的话放在心上，尽管他说话是难听了一点，但是就如狗蛋儿所说，他还是把楚风给带了回来。不仅带了回来，楚风身上的乾坤袋什么的，任何一样物品都没少，全部在自己身上。如果他有恶意，大可以趁着楚风昏迷的时候，想办法将楚风杀掉，然后再将楚风的乾坤袋占为己有。毕竟楚风身上可有不少宝贝，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，说明他并非是大恶之人。至于楚风目前的身体，楚风自己最为清楚，他的身体已经痊愈了，不仅痊愈了，他胸口那个雪发仙人留下的印记已经消失了。不仅印记消失了，楚风发现他的气息已经改变了，他竟然成功的改变了气息，那也就说明南宫地族无法再追踪到楚风了。虽然楚风惨遭折磨，但似乎因祸得福。我有一个方法，也许可以替你父亲解毒。楚风想帮狗蛋儿他们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算自己的恩人。真的吗？你能治好我父亲的毒？听得此话，狗蛋儿大喜，你可别坑我了，你能治我，别害死我还差不多。而狗蛋儿的父亲则是瞥了楚风一眼，你这毒若不及时诊治，单靠你刚刚吃的药，活不过1年。楚风说道。算了，索性信你一次，让你给我治治吧。听得自己活不过1年，狗蛋儿的父亲便立马坐起身来，先把这个吃了。楚风递给狗蛋儿父亲一颗解毒药，而看到这颗解毒药，狗蛋儿父亲顿时眼前一亮，毫不犹豫的便吞了下去。因为楚风的这颗药光芒闪闪，与他之前吃的药完全不同，他一看就知道不是寻常的药。随后楚风便布置解毒阵法，开始为狗蛋儿的父亲解毒。狗蛋儿父亲身上的毒，寻常的蛇纹极界灵师根本就解不了，但是楚风却可以，尤其是配上楚风给他的解毒药之后，只是眨眼间的功夫，楚风便将狗蛋儿父亲身上的毒给解开了。狗蛋儿父亲站起身来，活动了身子，发现自己不仅没有中毒的症状了，身体比以往还要强壮不少，精力也很是充沛。忽然间，狗蛋儿父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抱住楚风的腿，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说道：少侠，我就知道你从天而降却又不死，定非凡人，你果然是神一样的男人，你是神人啊！看着狗蛋儿这样的父亲，楚风一脑门子的黑线，他终于知道狗蛋儿为什么这么奇葩了，原来他有一个奇葩的爹。但是最奇葩的是，楚风发现狗蛋儿此刻跑了出去，不仅跑了出去，一边跑还一边大喊：翠花，傻妮儿，快把你们父亲叫出来啊！天生掉下来的神人，他能够解你们父亲的毒。在狗蛋儿的呼喊下，一群与狗蛋儿年龄相仿的娃娃便跑了出来。这些娃娃长得倒都一般，中规中矩，但是与丑陋无比的狗蛋儿比，他们却都算得上是俊男靓女的瓷娃娃。可是楚风就纳闷了，这些孩子叫的都是些什么名字啊？并且楚风注意到，这群孩子明明已经8、9岁了，但是有几个竟然连裤子都没穿就跑了出来，不仅有男孩，还有女孩。看样子不止狗蛋儿和他爸爸是奇葩，这个村子的人好像都不太正常。难道从小在毒蘑菇长大，所以都被毒傻了？